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潛烏龜。我問大家幾個問題，你哋知唔知一對蛙鞋對你潛水究竟有咩影響呢？有冇試過喺水底踢水踢到攰，買蛙鞋但係唔知點樣揀，又長又短，邊啲先適合水肺潛水，邊啲先適合自由潛水？究竟點揀先正確呢？當初我想買蛙鞋嘅時候，我都拗晒頭，又長又短，又有唔同物料，完全唔知點揀。咁我唯有揾 Google 大神啦。咁網上面90%嘅網站教你揀蛙鞋呢，都唔會講嗰對蛙鞋用緊嘅係咩物料，對你潛水究竟有咩好處。佢哋只會輕輕咁介紹一下，就會話嗰對蛙鞋好。所以呢啲網站只會知道嗰啲蛙鞋係人哋話好，係完全對你揀蛙鞋係冇幫助㗎。你係完全唔會知道點解嗰對蛙鞋係好。呢啲網站真係呢。所以呢條片就會話俾大家知點樣先至揀一對正確嘅蛙鞋，同唔同物料究竟有咩分別，我要點樣揀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呢個頻道係專門講一啲潛水嘅知識、裝備嘅介紹、潛點。如果唔想錯過呢啲資訊，就快啲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打開個鐘仔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水肺潛水同埋自由潛水嘅蛙鞋嘅分別先。之後再講物料同埋點樣揀，咁大家耐心啲聽一聽。簡單嚟講，越長嘅蛙鞋就越適合自由潛水。點解呢？因為蛙鞋長嘅關係，佢可以令較多嘅水推動向後邊，咁佢嘅推動力係比短蛙鞋強嘅。如果用同一個時間、同一個體力，長蛙鞋係會可以去得更深更遠嘅地方。所以點解所有自由潛水員都會選擇長蛙鞋，就係因為咁嘅原因。相反，點解短蛙鞋係適合水肺潛水？因為水肺潛水有時會捐窿捐罅去啲窄嘅地方，當你用長蛙鞋嘅時候呢，會容易阻到自己。第二就係當你踢蛙腳嘅時候，其實係冇咁好踢㗎，所以我建議呢就唔好用太長啦。但當你好想用長蛙鞋嚟水肺潛水，其實唔係唔得，其實都可以嘅。我有一個朋友佢出國淨係帶咗自由潛水裝備，咁但係佢去水肺潛水就拎咗對長蛙鞋嚟水肺潛水。咁我有問過佢，唔會好阻咩？佢話其實都唔會，因為佢自由潛水嘅時候都習慣咗長蛙鞋，咁所以佢係可以 handle 得到。咁如果你係覺得 OK， 阻唔到人又阻唔到自己，其實係可以用㗎。當大家有呢個 concept 嘅時候，我就開始教大家點樣揀一對好嘅蛙鞋。咁點為之一對好嘅蛙鞋呢？第一，睇下佢用咩物料；第二，佢對蛙鞋嘅回彈力係點；第三就係鞋套嘅分別。咁我哋講咗物料先，蛙鞋係有3種物料嘅：塑膠、玻璃纖維同埋碳纖維。咁佢哋有咩分別呢？首先，塑膠蛙鞋係一個比較經濟實惠嘅選擇嚟嘅，一般潛水鋪頭好容易就買得到噶啦。塑膠纖維嘅質地呢就比較硬，彈性、推動力、舒適度都會比較差，而佢嘅重量都會比較重 ，total 有3至4 kg， 但係佢好處就係相對嚟講較平。玻璃纖維呢係由纖維質料而成嘅，咁佢比起塑膠蛙鞋呢就會有更好嘅推動力啦、彈性啦同舒適度。而佢嘅重量同堅硬度呢都比塑膠蛙鞋係好㗎，而佢重量只有2 kg， 咁佢都有一個好好嘅防滑效果，但佢嘅價錢就會相對嚟講高啲，唔太適合預算有限嘅潛水愛好者啦。最後就係碳纖蛙鞋啦，碳纖蛙鞋係暫時嚟講最好嘅，因為佢用咗碳纖維嘅質料啦，做到非常之輕，係可以做到唔夠1 kg， 同埋好耐用。而佢嘅推動力啦、彈性啦、舒適度啦都非常之好，仲有非常之好嘅防滑效果。不過咁好嘅質料，當然佢嘅價錢相對嚟講貴啲啦，所以唔係人人都覺得值得嘅，係比較適合一啲高階嘅玩家啦，或者成日潛水嘅愛好者嘅。第二就係回彈力，其實啱啱都已經係咁依講過下㗎啦。塑膠蛙鞋因為佢嘅質地比較硬啦，所以佢嘅回彈力咧係比較差嘅。而玻璃纖維嘅回彈力呢，其實係比塑膠蛙鞋好嘅，因為玻璃纖維嘅質地呢比較軟啦，所以佢有一個好好嘅回彈性。最後就係碳纖蛙鞋，
碳纖蛙鞋嘅回彈性係當中最好嘅，因為佢由碳纖質料而成啦，所以佢嘅回彈力咧係最好嘅。無論係水肺定係自由潛水，佢都可以俾到最好嘅推動力你，令你舒舒服服咁潛水。另外一提啦，碳纖蛙鞋同玻璃纖維嘅蛙鞋咧係有分硬度嘅，而點樣去決定你用咩硬度呢？係視乎你自己嘅體重而定嘅。咁佢有分軟、中、硬。咁越輕嘅人呢，就應該要揀啲軟啲嘅。咁相反，越重嘅人呢，就應該要揀啲硬啲嘅。第三，腳套。有好多人都忽視咗腳套嘅重要性。咁我簡單介紹一下腳套嘅分別啦。如果你係揀塑膠蛙鞋嘅，就只有兩種，調節式同埋腳套式。咁其實一樣都係咁揀嘅，只要你穿落去係啱腳型，唔會有好多空位，其實就 OK 噶啦。咁如果你買到玻璃纖維嘅蛙鞋啦，同碳纖維嘅蛙鞋啦，係會有獨立嘅腳套俾你選擇嘅。以下就係一啲大路啲牌子嘅腳套，咁我哋一齊睇一睇。咁呢個品牌啦，佢適用於嘅蛙鞋咧，有以下呢幾種，咁我就唔逐一喺度講啦。咁佢嘅 size 咧係由35到46都有嘅，係比較齊嘅腳套嚟嘅。加上佢嘅版型設計啦，係比較窄身啦，對一啲細腳嘅女仔啦係非常之友善㗎。但係佢嘅少少缺點咧就係偏重，因為原廠為求比賽嘅需要啦，所以佢想提升佢巴幅度啦，同埋高傳輸啦，所以佢嘅材料咧會用咗偏硬身嘅橡膠㗎。之後就係呢個牌子啦 ，C448，佢適合嘅蛙鞋咧有以下呢幾款，咁我都一樣唔多講啦。咁個人認為啦，48嘅腳套啦係最適合亞洲人嘅腳型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嘅材料咧係偏軟身啦，同有彈性嘅，係唔會夾腳嘅。而佢有少少嘅缺點嘅，佢嘅 size 咧就比較少嘅。咁唔係人人都揾啱自己嘅 size 嘅時候咧，點算好呢？咁通常啲人咧都會買大一個碼，再穿襪嚟解決呢個問題嘅。最後就係呢一個品牌啦，呢個品牌啦喺各個大牌子未推出腳套之前呢，係幾乎市場上唯一嘅選擇嚟㗎，所以佢喺各個牌子嘅蛙鞋上基本上都用到㗎。佢嘅腳套啦係用咗比較軟熟嘅橡膠啊，所以咧佢穿起嚟咧比較舒服嘅。但係佢有一個致命嘅缺點，就係佢版型比較闊啦 ，size 比較大啦，所以唔係人人都啱用㗎。咁大家對蛙鞋都有咗好深入嘅了解嘅時候，咁最重要嘅部分就嚟啦，分別就係講水肺潛水同埋自由潛水嘅蛙鞋點樣揀，同埋如果想一對蛙鞋兩用，水肺潛水同埋自由潛水都用到，又點樣揀呢？首先講咗水肺潛水先，第一定係啱腳型，即係穿落對蛙鞋嘅時候，側邊兩邊唔好太多空位。咁呢啲就唔多講啦。如果唔明嘅話，可以喺下邊留言，我再同你講一次。第二就係長度啦，長度我建議55cm 以下嘅，因為太長就好似一開頭咁講，容易撞到自己同人嘅。咁第二就係踢你蛙腳嘅時候咧冇咁好踢，所以建議55cm以下。第三就係物料啦，咁基本上3隻物料都可以用嘅，上邊都有詳細介紹咗。而我自己嘅建議呢，就睇自己嘅預算有幾多，平嘅話呢，就塑膠蛙鞋，雖然上邊有個推動力啦同回彈力冇咁好，但係如果啱腳型啦同埋踢水嘅技巧呢好啲呢，都會有好嘅推動力嘅，只不過佢係重啲同埋冇咁強嘅推動力啫。如果有預算嘅觀眾嘅話呢，就買玻璃纖維同埋碳纖維啦。之後就到自由潛水嘅蛙鞋點揀啦。第一都係啱腳型啦，咁第二長度我建議60cm 以上嘅，因為越短嘅蛙鞋對自由潛水員嚟講呢，踢水嘅頻率嘅話係要越提高噶，咁變相嚟講佢就嘥力氣啲啦，所以呢，最短都要60cm 以上。第三物料，咁我建議一定要買玻璃纖維同碳纖維啦，用塑膠蛙鞋唔係唔得，但對自由潛水員嚟講呢就好大影響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啦佢嘅推動力啦係冇咁好噶，會比較重啦，踢水會辛苦啲啦，咁一定去得冇咁深嘅地方。二嚟就係去影相冇咁靚。自由潛水員嚟講呢，時間呢係好有限噶，所以佢推動力好重要。所以買嘅話呢，都起碼買玻璃纖維。最後，如果你想一對蛙鞋兩用，水肺潛水同自由潛水都用到，可以點揀呢？
除咗啱腳型之外，我建議嘅長度呢就係55至60 cm， 睇你個人偏向邊多啲，就自己揀個長度。咁一定會有人話你啱啱又話自由潛水最短都要60 cm 嘅，買55 cm 咪唔得咯。其實如果你想一對蛙鞋兩用嘅話呢，咁就一定係兩邊都有少少不足嘅地方㗎，邊有可能完美啊？咁我先至話睇你個人偏向邊多啲。咁如果你偏向水肺多啲嘅話呢，就可以揀55 cm； 如果你偏向自由潛水多啲嘅話，就揀60 cm。物料方面，因為要適合自由潛水嘛，咁所以就一定係要買玻璃纖維啦，同埋碳纖維噶啦。最後就係用咩硬度啦。其實啱啱上邊都有講過噶，就係睇你個人嘅體重而決定用咩硬度。好啦，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呢，或者想我介紹啲咩都可以喺下邊留言。希望呢條片嘅內容真係幫到你哋點揀一對正確嘅蛙鞋啦，同埋如果買到啱嘅蛙鞋，記得分享俾我知。最後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啦。如果唔想錯過任何關於潛水嘅知識啊、裝備介紹啊、潛點，就快啲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打開個鐘仔啦。我真心祝福俾個 like 啊，同埋睇到最後嘅朋友仔。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